百里东君第一次拜入学堂，师傅就为他准备了一份大礼，在他进门的上方放了桶水，师兄们正等着看好戏，不料却被百里东君捕捉到，他躲过了木桶的偷袭，这是所有人没有想到的。哎呀，失策了！哎呀，我用这个方法整到他诸位师兄，却没想到这个小子居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啊，都不是什么好孩子。无不无聊，无不无聊。堂堂学堂拜师礼，还有我玩剩下的招，我可是田中城小霸王。下次我做新的。百里东君在生死关头突破了自身极限，第一次在不是醉酒状态下施展出了西蜀剑歌。只见漫天的花瓣汇聚一起，然后化为一道剑气，将无始尊者当场轰飞。这一刻，他望向天边，仿佛看到了师父的笑容。他要带着师父所有的期盼，走向问鼎天下的道路。就像他答应师父的那样，总有一天要名扬天下。只见一条神龙盘旋在身边，随着他发动攻击，神龙直接冲向了无始尊者。西蜀剑歌不愧是天下第一剑法，能让百里东君越级挑战。无始尊者在这招下身受重伤，只能迅速远遁离去。他刚与弟弟会合，李长生就追了上来，瞬间出现在两人面前。我们此次行程与先生并无关，先生为何对我们下手？因为我是学堂祭酒，你们动了学堂大考，还怪我为何要对你们动手，是不是很可笑啊？走一个死一个吧！学堂李先生口气果然很大，就是你了。只是在一瞬之间，李长生就将树枝插进了哥哥的胸口，并且不允许另外一人将他的尸体带走。无始双尊在他面前完全没有反抗之力，从此双尊只剩一尊。而月瑶也趁此机会收集到了另外3个锦囊，凑齐了整首诗的诗句。百里东君根据线索推断出答案就在青龙门，可青龙门有左右2条路。这时月瑶突然想到，紫衣侯提醒过他要将百里东君引向右门，会在那里将他埋伏坑杀。可月瑶并不想伤害百里东君，所以将他引向了左门。而叶鼎之与王一行选择了右门，两人没走多久就遇见了紫衣侯。他原本以为小姐背叛了他们，可在与两人交手之间，突然发现了叶鼎之的秘密。你方才内力耗尽过，不过我们交手时经脉并未顶上，能达到如此经脉强度，你也是天生5脉。他说你是天生5脉，你知道这是什么？不如你跟我回去吧。叶鼎之算是个意外收获，紫衣侯为了复国，只能将他带回天外天。他一掌就将王一行击退，两人知道不是对手，转身就想逃走，不料却被紫衣侯用飞镖当场就射落到了院子里。这时叶鼎之遇到了他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人，紫衣侯想将两人带走，可易文君却要护下两人，他身边有隐卫守护，这里又是天启城，李长生随时都会赶来。紫衣侯不想惹上麻烦，只能迅速离去。此时百里东君和月瑶赶到了青龙门，两人赢下了比赛，有机会拜李长生为师，可他却主动退出了竞争，反而拜了柳月公子为师，因为他怕和李长生接触久了，反而暴露自己的身份，所以故意和他保持距离。现在只剩下百里东君。我有过一个师傅，这世间除了李先生，没有比他更加健康。所以，如果我此生再来第2个师傅的话，那这个人他只能是李先生，才不会堕入师傅的名堂。看来不是我选了你，而是你选了我。没错，在百里东君的心里，李长生就是所谓的名扬天下，所以只有他才有资格成为他的第2个师傅。百里东君按照学堂的规矩，一一拜见了各位师兄，直到大师兄时，却只有一副空白的画像，因为就连2师兄雷梦莎也没有见过这位神秘的大师兄。在见完所有师兄后，最后一轮就是师傅，雷梦莎就用内力送了他一程，将他直接甩到房顶，完成了最后的拜师仪式。李长生便为他取名东巴。百里东君很想知道师傅究竟活了多久。想当年我一见震天引的仙人从9天下凡，他们说我不是人间之才，应当到天上去逍遥，他们要把我拉到天上去啊！我可不去。仙人就摸了摸我的头说：“那我便赐你长生吧，好好在人间游历吧。”李长生这辈子旷古烁今，一生都极具传奇色彩，他的故事7天7夜都说不完。这时百里东君很想知道，到底什么是天生5脉。师傅只是告诉他，天生5脉是天生的武学奇才，不管什么武功一学就会，受到天道喜爱，但也承受着常人所不能承受的命运。而百里东君是个例外，他从小就被宠上天，不仅拜古尘为师，学了天下第一剑法西蜀剑歌，同时也拜了李长生为师，从此便有了护道之人。如果百里东君是被天道祝福，那么叶鼎之就是被天道诅咒，从小叶家就被诬陷灭族，他只能流落市井，好像世间所有的悲剧都集中在他身上，他能活到现在都是个奇迹。还是易文君看他眼熟，才用冰封水稳住了即将爆发的内力。在易文君的精心照料下，叶鼎之也慢慢苏醒过来。不过他在见到对方的第一眼就认出了他的身份，可现在已经物是人非。当初与他定过亲的易文君，马上就要成为别人的王妃，所以叶鼎之不敢与他相认，因为所有和他亲近之人没有一个是好的下场，所以只能和易文君保持距离，每天晚上都和他讲自己游历江湖的故事。而易文君从小就被困在府上，他就像笼中之鸟，非常向往江湖的事。可师兄却看出了他的目的，你是想要借叶鼎之之力逃出去？师兄，你知道的，我不想嫁给锦玉王，可我打不过你。但那个叶鼎之，他或许能打过你。打赢我，也不过就只是能走出这座王府吧。可你利用了叶鼎之，不是被他知道的。利用你？易文君就是要利用叶鼎之帮他离开这座囚笼，他不想一辈子被关在这里。为了带他离开王府，不惜与洛清扬开战，甚至拖着重伤之躯强行发动不动明王。这一战不管是输还是赢，都将是2败俱伤。还好在这关键时刻，李长生及时赶到现场，强行压住了他的内力，因为他答应过与生魔会让叶鼎之安全离开天启，所以不会让他身负重伤。我告诉你，在这天启城，单凭一个人的力量想带走他，只有一种可能。什么可能？那就是我出手。先生的意思是？哎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吧。
自然不是我要出手。李长生是想告诉他，要想达成心中所愿，只能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，那时才不会被任何规矩束缚，能做心中想要做的事情。叶鼎之明白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不过在离开之前，他对易文君许下承诺，只要给他半年时间，到时一定会带他离开王府。随后便与李长生一同离去。可要他直接离开天启，他心中还是有所不甘，一定要去刺杀亲王。李长生就顺着他的话说，如果他真的杀了亲王，不仅无法为叶府洗刷冤屈，还让亲王落得一个为国捐躯的美名，这不是叶鼎之想要的结果。亲王该杀，但不能是你杀，而应该是天下人去杀。若他这么容易被你杀死了，叶将军就再也没有沉冤昭雪的那一天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将军府一案，若凤这些年一直暗中调查，搜集存疑之证，只是此案事关重大，还需要时间。有了李长生的帮助，叶鼎之相信叶府很快就有沉冤昭雪的一天。这时李长生又给了他一个惊喜，安排他与百里东军见面，两人像真正的兄弟一样，互相抱在了一起。不过叶鼎之现在被皇帝通缉，必须要尽快离开天启，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。百里东军便以折柳相送，希望他能一路平安。李长生送走叶鼎之的事情，很快就传到了萧若锦的耳朵，他专门将弟弟找来，就是想从他口中探知李先生的意思，看他是否有意介入朝堂之争。萧若风还是那一句话，师父永远不会介入朝堂之争，这样萧若锦就可以放心行事。亲王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当场就大发雷霆，因为以叶鼎之的天赋资质，用不了多久就可以问鼎天启。那时他将九死一生。本王感觉有把茶刀时刻悬在头上，本王日日都能看到他，看到他那锋利森冷的刃口，却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，日日担惊，夜夜受怕，不得安寝。应玄答应王爷会永远守在他的身边，不管以后有什么危险，都会用生命相护。他的话让亲王在争夺皇位的路上得到了一丝丝安慰。